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2季前情提要。丧钟的归来让小队全员戒备，他把小东的死全都怪在奥利弗身上，这趟回来也是为了复仇。而洛伊担心米拉库鲁会让自己失控暴走，为保险起见，选择和西亚分手。失恋导致女孩精神恍惚，一不小心就上了斯莱德的贼船。等反应过来，为时已晚。分手这事儿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也没人去特别留意一下西亚。奥利弗身为奎因集团 CEO， 最近一直忙着调查斯莱德，根本无暇顾及公司，就靠着伊丽莎白给他无限善后。老妈突然赶到公司，自从母子俩闹掰之后就很少联系。这趟一是为了让奥利弗闲下来给西亚打个电话，再有今晚会举行辩论会，莫伊拉将与布拉德竞选市长一位，希望到时奥利弗能准时到场。奥利弗晚上如期而至，还特意给妹妹电话留言。竞选辩论那是相当激烈，两人唇枪舌战，谁也不输谁。主持人连线了一名市民，通过视频的方式对竞选人提问。当视频上出现西亚的时候，奥利弗立马站了起来，妹妹已经落在了丧钟手里。莫伊拉是直接崩溃了，众人直接取消辩论会，动用一切势力寻找西亚。基于奥利弗常年玩忽职守，董事会将在24小时后投票选出一位新的管理者。然而这些事儿奥利弗根本不在乎，直接任命伊丽莎白为临时 CEO， 全权接管公司，自己则是专心寻找妹妹的下落。费利西蒂调查了1天内所有路过酒吧的车辆，最终定位到了一辆斯莱德名下的商务车，车上的 GPS 显示了目前停留的位置。这一切看起来似乎有点太轻松了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去确认西亚的安全。出发前 Sarah 就已经提炼了蛇毒，剂量足以放倒斯莱德。奥利弗还特别嘱咐罗伊今晚不要留手。赶到后，斯莱德正悠哉地坐在沙发上，面对几个猛汉，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接了罗伊一拳，也只是觉得有点痒痒。西亚目前生死未卜，他笃定奥利弗没胆下手，奥利弗只能联络警方对斯莱德进行抓捕，保险起见，还是使用了蛇毒。看着审讯室里的斯莱德，昆汀也皱起了眉头。说白了，警方没有证据给斯莱德定罪，如今自己被贬为小警员，根本没有资格去仔细调查，上头给的压力太大。况且斯莱德还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，用不了多久就要把斯莱德放出去。奥利弗走进审讯室，这是他们哥俩时隔5年第一次好好聊天。奥利弗知道斯莱德不可能告诉自己西亚的下落，便问起了他是怎么逃离的炼狱。游泳啊，斯莱德居然是从炼狱游出来的。激流暗礁，大海中危机四伏，但米拉库鲁帮助他活着逃了出去，这种重生的感觉更让他决定要复仇。小东的死犹如昨天发生，可以说斯莱德走的每一步棋都远超奥利弗。今天的事儿就是第一步，奥利弗求他说出西亚的下落，斯莱德也多少念点旧情，刚想开口就被警长打断。舆论的压力让他们立刻撤销了指控，斯莱德还大言不惭地对着媒体说自己会支配一切资源寻找西亚，并且奖励知情者500万美金。离开警局的这一路上，迪格等人都在跟踪他，所有人全神贯注，恨不得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然而还是让斯莱德跑了，他早就克隆了 GPS 的信号，等菲利西蒂还在懵逼阶段的时候早就已经消失了。西亚自然是安然无恙，斯莱德连根毛都没动他的，还主动送西亚离开。不过走之前把奥利弗的秘密告诉了他。你以为他说的是你哥就是绿箭侠，实际上他说的是你爸是马尔科姆啊。接连失败了2次，易怒的洛伊早就忍无可忍了，他把这一切都怪在了奥利弗的无能。一个超级战士，一个国际刺客，外加一个退役特种兵，这阵容难道不是分分钟干掉斯莱德吗？罗伊越想越气，还对迪哥动了手。若不是萨拉和奥利弗阻止，这货又要暴走。总而言之吧，罗伊选择退出，他加入小队就是为了保护爱人。现在爱人音信全无，在座的却一点办法没有。就当场中人还是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又是一枚重磅消息公布：伊丽莎白得到了奥利弗的授权，以临时 CEO 的身份召开了董事会，他们罢免了奥利弗。这意味着现在奎因集团已经不再由奎因家族掌控。伊丽莎白还讥讽奥利弗晚上少出去活动。一直以来大家都知道伊丽莎白是斯戴摩尔集团的副总裁，却未曾想到他们真正管事的人是斯莱德。奥利弗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伊丽莎白虽然也挺能打，可还是招架不住奥利弗的猛男攻击，被擒住之后说出了西亚的位置。然而这不过是斯莱德的另一个计划，他带着满腔怒火赶到，把所有的马仔按在地上摩擦。另一边斯莱德也早已全副武装，可惜他并不打算迎战奥利弗，而是截停了运球车，眨眼功夫做掉了所有警察，这气势直接碾压了车上的罪犯。等奥利弗干趴所有马仔后，菲利西蒂打来了电话，西亚已经被接到了警局。仅仅是利用西亚，斯莱德就得到了奎因集团，还收获了一大批亡命之徒。
在得知亲爹是马尔科姆后，西亚最恨的不是老妈，而是老哥。他曾经最信任的哥哥骗了自己，这一家最后的3个亲人也各自失去了信任。而事情还没完，昆汀因为私自跟绿箭侠合作被捕，除非他愿意供出绿箭侠的位置和信息，但这显然不可能啊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奥利弗输得一败涂地，但他的意志没有被摧毁，他现在要展开反击。斯莱德一瞬间击败了他们所有人，接下来他要打造一批米拉库鲁战士，到那时整座城市都将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为了让计划顺利执行，他还得去让奥利弗分心，而目标也只剩倒霉的罗罗。就当你以为他要动手的时候，他反手就是一个超级加倍，奥利弗就是绿箭侠。此言一出，罗罗当场石化，而后第一时间来到监狱，他想知道昆汀是否知道真相，结果呢，问啥昆汀都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。奥利弗这边被踢出了公司，只能深更半夜偷摸溜进奎因集团研发总部，想批量生产米拉库鲁还需要离心机。奥利弗只能选择摧毁，把所有活人打晕带出工厂，随后引爆了炸弹。行动目前看来还算顺利，而洛伊早就没了影了。西亚也不怎么出门，这些烦心事抛在一边。奥利弗隔天带着小队打算规划下一步行动。踏进地堡的那一刻，斯莱德就已经站在了眼前。他一个人群殴了奥利弗3个，这场面完全就是刚出新手村就遇到最终 BOSS 的即视感，这就是碾压加蹂躏。斯莱德完虐小号就离开了地堡，处理完伤势后，奥利弗终于找到了妹妹。细想一下，西亚也挺惨的，看着自己长大的奥利弗是同母异父的哥哥，小时候暗恋的汤米是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亲爹还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反派，简直悲催呀！等众人踏实下来，全面检查地堡的时候，发现除了万能钥匙啥都没丢，毁了一个研发部，虽然有点小亏，但拿到了万能钥匙可是血赚。现在星城最顶级的科研部只剩一家，星辰实验室分部。实验室里，西斯科跟凯瑟琳还在对货物盘点，年轻的西斯科颇有安纳金那味儿。不出意外，丧钟已经杀到，拿了东西还准备灭口。然而这可是星辰实验室，高科技多到数不过来，随手拿了一个改造一下就变成了武器，只不过东西还是让斯莱德运走了。菲利西蒂赶到后说了几次他这个代词儿，机智的凯瑟琳和西斯科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头了。确保好友没事后，菲利西蒂才离开了实验室。回去之后便黑入了威尔斯的档案，从中发现了斯莱德偷走的东西，这是种生物传输导管。威尔斯团队独立研发，只不过还是个原型机，用途就是把一个人的血液同时输给多人，一旦改造得当，斯莱德便可以用它制造大军，而且用自己的血液直接输入还安全，不必担心会有不匹配的人员牺牲。只不过驱动生物传输导管需要耗费巨大电力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即便是斯莱德也不可能一直输血，总有流干的时候。罗柔约见了绿箭侠，就在两人见面的同时，监狱里出了事儿。昆汀这种级别的警察蹲了大牢，肯定会吸引仇恨。当晚一个罪犯就把他按在地上摩擦，干得昆汀头破血流。接到电话后，罗柔直奔监狱，他很想告诉昆汀绿箭侠就是奥利弗，但昆汀不想听。要放在1年前，昆汀早就给绿箭侠卖了。可现在昆汀越来越信任绿箭侠，在他眼里那个男人就是守护黑夜的剑，这个城市需要绿箭侠。至于兜帽下的人是谁，他已经不想知道了。罗柔如醍醐灌顶，走出大门一顿 talk， 成功让昆汀被释放。另一边，菲利西蒂察觉到城市电网数据激增，肯定是斯莱德在给生物传输导管通电。奥利弗赶到后，四处都是米拉库鲁改造人。等他回过头再去看书写的人，就看到了昏迷的罗伊。这时斯莱德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罗伊曾经是多么敬仰绿箭侠，可奥利弗让他失望了。直到斯莱德活捉他的那一刻，罗伊都没有反抗，因为他太失望了。说着，伊丽莎白就杀向了奥利弗，可惜刚起枪就被奥利弗秒了。虽然打不过斯莱德，但可以拖住他。奥利弗拿起边上的血清，直接去救罗伊。伊丽莎白还想开枪，老六迪哥直接2枪把他带走。罗伊的身体极度虚弱，脉搏和呼吸几乎要停止，又不能带他去医院，不能让外界知道他体内有米拉库鲁，而且斯莱德还有一支20人的米拉库鲁军队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拿到的米拉库鲁样本制作解药。米拉库鲁并不是没有解药，5年前艾沃就曾研制过解药，而且奥利弗是有机会为斯莱德注射的，可他当时被愤怒冲昏头脑，选择杀掉斯莱德。很快菲利西蒂就找到了西斯科凯瑟琳，能研制出解药的地方只有星辰实验室。奥利弗则是回家协调家人关系。晚上地堡里只留下了菲利西蒂和迪哥照看罗伊。
罗伊突然起身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横冲直撞离开了地堡。刚刚和 Sarah 深入交流的奥利弗火急火燎赶回地堡，他如果在人群里失控，怕是要出大事。罗伊这会儿正在四处打人，偶遇他的心都被伤得不轻。天刚亮，心就找上了 Sarah。罗伊那一个大塞炮让心的脸都肿了起来，所有人再次开始搜寻罗伊。这孩子白天黑夜的四处溜达，找人打架，想找到他并不容易。碰巧新回家路上又遇上了他，一个电话过去 ，Sarah 带着奥利弗直接来到塔楼。到场后 ，Sarah 直接败给。奥利弗摘下面罩，尝试劝说罗伊，得到的又是一顿胖揍。箭刚射出去就被空手接住，还挨了一记膝盖重锤。发现完，罗伊挖了个地洞钻了进去，在路上被2名巡警围住，拿着刚接住的剑，直接让2人当场毙命。膝盖受伤后，奥利弗连走路都费劲。红衣男子袭警的事上了新闻，光看衣服，西亚就猜到是罗伊。这才从新的口中知道了所有真相。莫伊拉这边几乎是无心去操心市长竞选的事儿，要么当一名合格的母亲，要么当一位竞选者，没办法两全其美。莫伊拉选择放弃竞争，但他希望布拉德清楚一件事，自己是为了女儿。西亚现在比这个城市更需要他的照顾，莫伊拉全部心思都放在了修复家庭关系上。第一步就是找儿子商量商量，他们母子不能再有隔阂了。然而奥利弗却劝他继续竞选市长，让西亚看到母亲在尽全力做好事儿，帮助城市里的百姓，这种榜样比什么都要好使。有时候为了城市必须要牺牲身边的人，这是从业绿箭侠2年奥利弗悟出来的道理。既然话都说开了，莫伊拉也不隐瞒了。去年大地震后，他就猜测到儿子是绿箭侠，不想多说，莫伊拉感到无比骄傲。随后莫伊拉当着世人的面发誓，自己将不惜一切去守护这个城市。西亚则是趁着演讲结束前走上台叨叨了几句客套话，他知道这是全程直播，暴露自己很有可能吸引来罗伊。奥利弗也猜到这一点，立马赶到地堡，来了一针止痛剂，拿着剑趔趄地走了出去。罗伊果不其然来到了现场，西亚一边哭一边劝他清醒，结果卵蛋没用，还差点丢了性命。Sarah 赶过来就是一枪直击膝盖，罗伊用仅存的点意识求 Sarah 毙了自己。突然3支毒箭射中罗伊，奥利弗瘸着腿儿赶了过来，幸亏没有迟到，罗伊再度陷入昏迷。就在刚刚那一刻 ，Sarah 的确想开枪，奥利弗晚了一步，罗伊现在就已经凉了，他骨子里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。Sarah 决定和奥利弗分手，现在情况危急，他必须去找一个老朋友帮忙。晚上，莫伊拉接上2个孩子一起回家，娘仨一路上都在聊天，感情刚刚有些升温，突然横冲撞了一辆货车。等奥利弗迷迷糊糊醒过来后，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斯莱德，一边是老妈，一边是妹妹，同样的2选1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第一个开口的是莫伊拉，他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。当枪抵上莫伊拉眉间的时候，可想而知奥利弗和西亚有多么绝望。斯莱德反手一刀刺穿了莫伊拉的心脏，老妈倒下的那一刻，奥利弗也因为伤心过度无力地倒在地上。这一幕完全还原了小东之死的场景，重蹈覆辙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